2019年夏天，一个词进入了中国互联网，政治性抑郁。伴随它流行的是武汉疫情、芳芳日记、上海封城以及没完没了的核酸。3年之后，动态清零结束，这个词儿呢，似乎不再代表某种人们内心隐藏的痛苦，而是变成了一个能够描述某种现象，但也止步于此的标签。人们内心的那份痛苦仍然没有真正说出口。政治性抑郁这个词是新的，但它背后的那种痛苦却是旧的。事实上，有另外一个词也曾经指向过人们内心的痛苦，但它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应对，还掀起了一场荒诞的运动。这个词儿呢，你多半听说过，在你的长辈当中，很有可能就有人被医生这么诊断过。它叫神经衰弱，在中国存在了100年。1980年夏天，长沙湖南医学院来了一个美国人，39岁，中文名字叫凯博文，华盛顿大学的精神科医生，也是人类学家。那年长沙特别热，白天有43度，他的宿舍里只有2台很小的电风扇，水压很低，冲不了澡。凯博文全家都起了痱子。凯博文待了5个月，完成了100个病人的临床访谈。他研究的就是神经衰弱。其实他内心真正想研究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直到17年之后，2位北欧学者到剑桥采访他，他才说出了实话。如果当年把真实目的讲出来，恐怕研究是得不到批准的。不过，他以神经衰弱为切入点，做着做着，还是把项目扩展成了关于政治史的研究。因为那100个神经衰弱患者，有87个符合美国诊断标准里的重性抑郁症。要知道，神经衰弱是一个美国人在150多年前发明的词汇，到了1980年，已经基本没有美国医生会使用它了。但它为什么还活在中国？而且这个词的背后和政治又有什么关系呢？比尔德，纽约的神经科医生，1869年，他用神经衰弱定义了一种疾病，症状包括疲劳、焦虑、头痛、心悸、失眠、精疲力竭以及绝望感。他管这个叫美国病，认为这是现代文明的产物，生活节奏太快，神经耗尽了。而且他坚持认为这是身体疾病，不是精神上的问题。而比尔德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些症状。20世纪初，民国时期，神经衰弱这个词从西方和日本传到中国，老百姓的接受很高。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据说它和中医里的虚在概念上很相似。这是神经衰弱在中国的第一张通行证。从那个时候开始，它就跟性功能障碍和脑力衰退挂上了钩，一直是中医感兴趣也认为能够治疗的常见病症。1949年之后，他在中国拿到了第2张通行证。苏联的精神病学也把神经衰弱当作核心分类之一，而当时中国的医学体系高度苏联化。巴甫洛夫，也就是那个用铃铛和狗做实验的俄国生理学家，他关于大脑皮层兴奋和抑制的那套理论，成了中国人解释自己失眠和头痛的官方框架。紧接着又出现了第3张通行证。毛泽东在50、60年代提出了中西医结合，原本已经被边缘化的中医变成了国家卫生体系的重要部分。直到1983年，湖南出的一本书里还把神经衰弱分成了4个症型：肝肾阴虚、心肾不交、心脾两虚、肝气郁结。那个时代的中国精神科医生被鼓励向中医学习对这种病的理解和治疗。而且神经衰弱这个词就是大白话，谁都听得懂。因此，一个美国精神科医生的诊断，通过了苏联的分类、中医的解释、领袖的倡导和老百姓的传播，变得流行了起来。1956年，一本流传很广的小册子上说，神经衰弱占到了精神科门诊的6到7成，占了普通内科门诊的4到6成。
1959年，成都做了一次万人调查，其中干部和中小学教师的患病率是 11.3%，也就是说，差不多每9个坐办公室的站在讲台上的人里面就有一个神经衰弱。比尔德当年说，这个病风险最高的就是受过教育的有钱的人，看起来还有点道理。那这个神经衰弱到底能不能治，又怎么治呢？台湾有一个研究医学史的学者叫王文基，2019年他发表了一篇专题论文。他研究了很多中国治疗神经衰弱的文献，看到的不只是各种疗法，还是一场竞赛。当时的内科医生、神经科医生、精神科医生、中医都在抢着开发治疗神经衰弱的方法，据说是为了展示自己在科学上和革命上的忠诚。于是有了如下治疗方法：针灸配合普鲁卡因注射，电睡眠疗法配合电针，胰岛素低血糖疗法，还有苏联30年代发明，在朝鲜战争期间试过的普鲁卡因封闭疗法。王文基说，尽管巴甫洛夫的理论在中国占统治地位，但对于到底哪种疗法最好，始终没有共识。各种专家在治愈率和可行性上互相质疑。1954年，南京精神病院做了一次分组治疗，医生给病人上课，从神经功能理论讲到怎么睡觉，报上去的治愈率500个病人里超过了 80%。请大家记住 80% 这个神奇的数字。1957年左右，北京大学做了一次调查，把患有神经衰弱的80个学生筛出来，给他们办了一个治疗营，开设理论讲座，同时配合高强度的政治学习。另外还用上了一整套东西：胰岛素、精神科药物、电击、运动、针灸、中药、作息调理，加上心理治疗。总共疗程一共23天，治愈率超过 80%。这呢，就算形成了系统的治疗方案。1958年，卫生部开了第一次全国精神病防治工作会议，把神经衰弱定为严重的精神卫生问题。从此开始，一直到1962年，形成了一股全国性的风潮。这样一场针对某个疾病的医疗运动，在古今中外都十分罕见。有学者解释说，在那个极度强调人的社会功能的年代，神经衰弱的症状意味着脑力和体力的丧失，在政治上是不被接受的。因此，调查和治疗神经衰弱是要把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筛查出来，进行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功能强化。说白了，治疗的目的不是让你好过一点，而是让你重新变回一个正常合格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整个防治神经衰弱的运动分了3步走。第一步，从医院走进单位，1年之内，这套疗法已经在8家工厂、1个人民公社、4所中学、3个文艺团体、1家百货公司，还有若干政府机关做过，效果都差不多。第二步，从单位走到每一个人。北京的研究团队找工厂、大学和机关的卫生所，要谁可能是病人的名单，还通过共青团和学生会帮忙，尽可能一个不漏地把病人找出来。在农村，则是挨家挨户的调查、访谈。康复中的病人还要分享自己对这个病的看法是怎么转变的，怎么逐渐成为了这个病的主人。分享的场合叫健康跃进大会。没错，大跃进的跃进。而这套疗法的开发者之一，在1958年写下了一句话：政治学习是心理治疗的灵魂。人民日报后来登过一篇长文，是中国医学科学院一位高层干部写的，标题是中西医结合综合快速疗法的创造是毛泽东思想在医学上的胜利。第3步，从一种病走到更多的病。此后6、7年，中国多个省份的医院把这套疗法用到了别的病上，比如高血压、溃疡以及精神分裂症。照说，这么一场运动搞下来，神经衰弱应该在中国被大面积治愈才对。但是呢，让我们来看看实际上都发生了什么。当时
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有一个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叫钟有斌，他本来就不大相信官方的那套解释。在这之前，他和一位同事已经在偷偷地读弗洛伊德，私下实验用精神分析去看待神经衰弱。而在那个年代，精神分析被严厉批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影响。后来，有好几位被运动式疗法治愈了的资深党员私下去找了钟医生，承认自己其实没好，疗程结束了，神经衰弱还在。他们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病没好，因为那会被指责为政治觉悟低，性格上有负面倾向。于是钟医生把所有参加过治疗实验的神经衰弱病人重新检查了一遍。1964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神经衰弱病人对病因的否认》。卫生部支持的快速综合疗法说，病产生的原因既有神经功能的问题，也有病人自己认识的问题。钟有斌说，不对，他认为真正被忽略的病因是工作单位里的人际冲突，以及那些解决不了的现实生活问题。此后，钟有斌在政治上受到了怀疑。1965年，他被调离了北京医学院，去了北京郊区的首钢医院门诊部，当了个实习医生。你猜猜，这场消灭神经衰弱的运动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呢？它不是因为纠错而结束的，是文化大革命把研究的进程打断了。但是，神经衰弱并没有就此退出，因为在文革期间，有一些词汇比神经衰弱更危险。我们已经知道，1980年在长沙，美国学者凯博文研究的100个神经衰弱患者里，其实大部分是抑郁症。而抑郁的核心症状是什么？动力丧失，反应变慢，不想见人。这些症状在文革期间会被批判成为放大的个人主义，脱离群众，也可以被指责成懒惰、装病、思想不够无产阶级。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人们宁愿承认自己是神经衰弱，因为这至少是身体有毛病，而不是态度有问题。凯博文还发现，100个神经衰弱的病人里，有将近3/4的人利用了自己的病作为充足理由，去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难题，比如办调动、请病假、结束两地分居之类。与此同时，有1/4的人很清楚自己的病因就是政治问题，也就是说，这个病有着非常现实的用途。对体制来说，它能够把单位冲突、政治创伤和现实困境解释成为个人的生理疾病；对于病人来说，他又能够把自己不能直接说出口的痛苦换成向体制讨价还价的筹码。凯博文采访过的病例当中，有一个人叫雨春霞，这是化名。她的丈夫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农村，两个人分开了20年。1978年，丈夫平反回了家，但她神经衰弱的症状是从丈夫回来之后才开始的。凯博文问她，会不会是这20年分离之后重新生活，导致了婚姻上的不适应？她说不是。她打了个比方，说这就像爬山，你在爬的时候不会觉得累，因为你只顾着往上爬，等你到了山顶，坐下来，回头看你爬过的那段路，那个时候你才会觉得精疲力尽。说完，他反问凯博文，这难道还不足以让人抑郁吗？那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神经衰弱这个诊断就应该消失了吧？1990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那一年出院的2275个病人里，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6个。1995年，中国那本精神疾病分类手册改了一次规则，以前神经衰弱这个诊断像一个大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包括真正的抑郁症。新规划则画了一道杠，如果情绪低落这些抑郁的核心症状已经很明显了，医生就不能再诊断为神经衰弱，得改为诊断抑郁症。神经衰弱这个名字留给了那些情绪问题很轻、不构成主要症状的人。也就是说，这扇门它没有被拆掉，只是门框被改窄了。
而且这还只是纸面上的诊断。1998年，凯博文到上海做研究，他去了几家顶尖医院的神经内科门诊。他说，在他观察的这些门诊里，发生的事情和他80年代初在湖南医学院看到的没有什么太大不同。神经衰弱的诊断仍然在被广泛使用，几乎没有病人被诊断为抑郁症。他推测，农村的情况只会更加严重，被改掉的是手册，而不是现实。90年代末，全国从事精神科的医生大约14000人，服务12亿人口。所以凯博文说，在中国，抑郁症的漏诊仍然是一个远比过度医学化更严重的问题。那到了现在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在《药有光》这本书里记录了这样一个场景。2024年，一个中部县城的教体局成立了中小学生心理服务中心，位于当地一所私立学校的校园里。这个中心最大的会议室墙上挂着一块巨大的电子屏，正上方有一行白色的大字“心理健康预警平台”。屏幕左上角是测评数据，总共测了244493个学生，其中轻度抑郁35560人，中度14078人，重度9599人。屏幕右侧是中重度抑郁学生人数排名靠前的学校，后台还有相对应的学生名单，实时动态更新。教体局可以用这个平台随时掌握情况，监测学生动向，并及时给出应对措施。那一年，有一个高一女孩服毒自杀，她的父母在山东一家电子厂打工，弟弟跟着父母，她自己常年住校，学习不好不坏，性格也不张扬。她在这所学校读书，学费1年1万多，加上花销1年将近2万，是家里最大的开支。她2次问班主任，上学有什么意义？她还跟班主任说，老师，我不想上学了，我学不会，肯定也考不上大学，我这样是浪费我爸妈的钱。有一天早上8点，她走进教室，走路慢腾腾的，班主任站在门口喊她过来。她说，老师，我不想死在姑姑家，也不想死在学校，你叫车把我拉到医院吧。最后人没能救回来。他倒下的那个教室门口，距离心理服务中心不超过200米。他从来没有来过中心，而心理问卷的筛查也没有把他查出来。1958年，研究者靠卫生所、共青团、学生会想尽办法把每一个神经衰弱的人找出来。60多年以后，抑郁症替换了神经衰弱，信息技术也能对几十万人进行实时监测。但一个具体的人到底经历了什么痛苦，仍然有可能无人知晓。凯博文的那本书叫《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其中第6章是他访问过的13份病例。在那一章的开头有2段题词，第一段来自一位英国社会学家，他说，身体是社会的最形象的隐喻，所以说疾病是结构性危机一个最为明显的隐喻，也就不奇怪了。所有的疾病都是某种障碍，不论是从比喻上来说，还是从字面、社会、政治上来说，都是如此。第2段是一首中国诗，作者阮籍，生活在曹魏和司马氏交替的古代中国。当时司马氏专权，说错一句话就有可能没命。他的朋友季康被杀了，而他自己则一辈子没有开口评论过任何人的好坏。司马昭想跟他结亲家，他不能表达拒绝，于是他干脆大醉60天，让对方开不了口。凯博文的妻子琼是一位汉学家，他把阮籍的一首诗翻译成了英文。诗是这样写的：一日复一日，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乡朝。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一天过完是一夜，一夜过完又是一天。
脸色不如从前，精神一天天消耗，胸中像水火交煎，事情永无尽头。一辈子都如履薄冰，谁知道我有多心焦？这首诗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在讲政治，但你能够对他内心当中无法言说的痛苦感同身受。1700年前，阮籍只能说自己心焦，而在今天，你可以说自己是神经衰弱，是政治性抑郁，或者是焦虑，但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给这个痛苦取一个名字。追猎中国标本，凝视人的处境，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下期再见。